大家好，这里是Ken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将继续讨论酒精的问题。在上期的视频中，我讲解了酒精的代谢问题以及它对体型的影响。这期视频我将讲解酒精对心理以及运动健身的影响。在视频的最后，我还要将到底要不要喝酒结合自我的经历发表我的观点。让我们进入主题吧。酒精确实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减缓焦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和视频前的老铁们喜欢喝口。虽然咱们也在乎体型，在乎健康，但是谁没有点癖好呢？因此，我们来看看酒精是如何让我们快乐起来的。酒精的愉悦效应主要是通过在大脑中改变一些神经递质的活性来实现的。神经递质是一种在大脑中帮助神经元进行信息传递的化学物质。首先，酒精能够增加一种名为伽马氨基酪氨酸的神经递质的活动，它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能够让大脑的活动变慢，这就可以导致放松和降低焦虑的感觉。有一种睡前的营养补剂就是这个伽马氨基酪氨酸，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其次，酒精也可以减少谷氨酸带来的神经递质活动。谷氨酸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使大脑的活动增强。减少谷氨酸的活动也能够帮助大脑放松。第三，酒精还可以增加多巴胺的水平。多巴胺在大脑的奖励中心中发挥作用，使人体验到快乐和满足感。因此，喝酒时多巴胺水平的升高可以引起快乐和愉悦的感觉。当然，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多巴胺和内啡肽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感觉，但是多巴胺属于短期快乐，也就是一个爽字。但是内啡肽可以给我们带来长期快乐。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探讨的内容有很多，将来我们组个局喝酒时聊。最后，运动前和运动中摄取酒精可以产生一种增加功能的心理作用。酒精可以被用来提高疼痛阈值，也就是痛苦的临界点，增强自信心，减轻比赛时的心理障碍。此外，它还可以刺激心血管系统，减轻精细动作类体育项目引起的震颤和情绪波动。虽然酒精不再被国际奥委会列入违禁药物，但是在某些项目中，例如射击、击剑中，它仍被视为禁用物质。在一些运动项目中，例如飞镖、台球，酒精作为一种运动能力增强剂，仍然被广泛使用。当然，酒精对身体姿态的控制不利，会增加晃动的程度和频率。有证据显示，少量或适量饮酒对运动的速度、协调性、平衡性、运动准确性均有负面的影响。所以，酒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多表现在精神层面，而且要注意，这些好处是建立在适量的基础上。如果你喝吐了，刚找到的那点愉悦感马上会烟消云散。好，我们重回肉体，来看看酒精对运动健身的影响。上期视频我讲过，在体型方面，尤其是身体脂肪含量方面，酒精只能给我们造成麻烦，对健康和体型都造成危害。现在说说与训练有关的内容。首先聊聊酒精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脂肪这3种营养素的影响。训练后，身体要补充碳水化合物来填补肌糖和肝糖的不足，补充蛋白质作为肌肉恢复和生长的原料，补充脂肪制造相关的激素。但是酒精会妨碍这些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酒精会让肝脏优先来代谢它，它的代谢过程需要大量的氧气和酶的参与，这会导致肝脏中氧气和酶的资源被占用，以至于肝脏中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其他营养物质。这就影响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正常代谢和储存，代谢和储存的过程就会变慢。同时，酒精妨碍了肝脏正常调整各种营养物质的储存能力。其次，对身体水分的影响，在训练后，身体处于缺水状态。我在如何补水的视频中讲过，训练后2个小时应该将训练中丢失的水分补充回来。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每天喝足够的水，尤其是训练后的补水问题。如果你在训练后带着没有补充足够水的身体去参加酒局，那么摄入的酒精吸收得更快，效果更明显。酒精具有利尿作用，摄入酒精后会妨碍机体的再水合过程，使身体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酒精含量越高，影响越大。如果水分补充不足，这种影响就会更加明显。第三，酒精还会阻碍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例如维生素 A、D、维生素 B 族以及锌、铁、镁等等，从而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营养状态，影响运动和健身的人群。最后，关于其他影响，酒精是一种潜在的皮肤血管扩张剂，它可以引起或加剧身体损伤部位的肿胀。在蛋白质的视频中，我讲过，
每天身体的内脏器官时刻都发生损伤。对于运动健身的人而言，训练造成身体组织的微损伤，例如肌纤维的损伤。酒精将妨碍身体各个组织的修复过程。还有，酒精会干扰你的睡眠。虽然酒精可能让人更快的入睡，但是实际上它会破坏你的睡眠周期，特别是妨碍深度睡眠的发生。这种睡眠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你肌肉的恢复和生长，也会影响新陈代谢，导致体脂增加。综上所述，酒精给运动健身、增肌减脂的人添了不少堵，它会全方位的妨碍肌肉的修复和生长过程，并且增加身体的脂肪含量。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酒精确实可以给人带来愉悦感，这是通过伽马氨基酪氨酸、谷氨酸以及影响多巴胺实现的。这些物质在大脑中改变一些神经递质的活动。但是运动健身的人别高兴得太早，酒精将妨碍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以及部分维生素、矿物质的代谢和利用，而且还会令身体容易处于脱水的状态，阻碍身体的健康和肌肉的修复生长。讲到这里，喝酒就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我的观点是，一个成功的人一定要建立成熟的自尊体系，让自己延时满足并乐在其中，最终落在行为上就见仁见智了。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